嗨，大家好。前些天呢，主要还是跟大家重点聊了一些牙痛、牙齿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必须面对的拔牙，以及呢，也让大家了解了我们的牙医面对一个必须得要拔除的牙齿的时候，他要面对的诊断、制定治疗方案和病人良好的沟通。最后呢，在拔牙操作的过程当中，严谨的来实施拔牙手术的流程，尽可能的达到微创。最重要的呢是面对将来病人在缺牙区所需要的修复，争取呢早日还病人一个或者几个健康耐用的人工的假牙。讲了几次以后呢，我自己觉得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因为以前经常是站在一个老医生的角度和更多的年轻的同行来做分析，对于那些治疗的场面或者那个部分可以侃侃而谈。但是现在呢，是面对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好像天生都有对医疗，尤其是说到那些手术拔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所以呢，今天我就想换个话题，来跟大家聊聊预防牙病、清洁牙齿最经济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如何使用牙线清洁牙齿。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样一个题目呢？是因为前几天我给家人订购的大包装的牙线，就是很多盒牙线集合成10几20个的那种大包装到货了。我去蜂巢把这些牙线取了回来。我以前作为一个牙医在工作过程当中，我自己真的是从来没有买过牙线因为这牙线呢都是牙科保健品公司拿来的试用装，拿来让我们来体验一下，有时候需要我们出具一些评价或者提一些意见，以让他们能够改进他们的产品。这种试用装专门送来的礼品用都用不完，每次呢我都是分发给亲朋好友，所以家里呢存货不多。经过退休以后这段时间的使用突然就发现家里的牙线快用完了。当然，如果我回到原来的诊所问同事们去索要一点也是没问题，甚至只要给以前熟悉的那些牙科保健品厂家打一个电话，发一个微信，很快就会给你寄来。但是呢，人都是一样，就是你既然不在其位就不要利用手中还仅剩的一些影响力再去为自己谋取一些小利。我也不屑于这样去做，自己在网上采购就好。由于牙科保健品的品牌很多，有一些国际大牌，也有国内的后起之秀。虽然呢，我们作为一个牙医可能有个人的感受，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过很多产品的优缺点，但是呢，在这里呢，请恕我不能对各类产品做出我的评价，也不会推荐哪个我喜欢使用的品牌或者是名气比较大的品牌给我的观众朋友，以免呢误导视听也有呢利益输送之嫌。我今天呢只是笼统的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牙线呢一般有哪些种类？什么时候呢应该使用牙线来保健牙齿先说说牙线的种类。牙线嘛，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跟我们家里头的那些稍微粗一点的缝线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呢，它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更多的选择了一些生物相容性比较好一点，比较光洁，不至于会对我们的牙齿，尤其是牙龈造成磨损伤害的材质。然后呢，它就会把几十米的牙线最常见的就是50米的牙线呢，卷在一个小盒里面，并且呢，会在开口的地方呢做一个非常小的，但是很锐利的小刀片，让你能够随意的获得你需要的一个长度。这种牙线呢，应该说不仅是我们诊所，也是我们家庭呢大家经常使用或者说最常见的一种款式但是我们在市场上面哪怕你有时候去到一个餐馆，就会发现在餐后的时候服务员会送来一个很小的纸袋。以前呢，这个纸袋里面装的都是1、2条的牙签尖尖的木质或者主质的剔牙的牙签。那么因为现在大家基本已经了解这些牙签它有可能对牙周组织造成一个伤害，并且呢，因为它是一个直直的小棒，并不会拐弯，所以呢，可以清洁到的牙面非常的有限，再加上呢，叼在嘴里实在有些不雅，
所以现在啊，你很少看到有很多人吃完饭以后还叼这个牙线，跟几十年以前那样，好像自己笨有面的那种时刻呢，已经越来越少见。因为呢，这些年牙医啊做了很多的这种宣教的工作，起码呢，在牙科诊所里面，医生和他自己的病人在做交流的时候呢，经常会把使用牙线、指导使用牙线呢，作为一个交流的内容来跟病人做一些讲解。再加上呢，时尚的推动，以及呢，口腔保健品厂家不遗余力的推广，就使得这个牙线啊，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啊。基本上很少有老百姓对牙线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群存在了。但是呢，大家对一条线啊，怎么能够在自己的口腔里面，在自己口腔里头众多的牙齿的周围啊，绕来绕去，左右逢源，达到清洁牙面的作用啊？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一知半解，或者呢仅限于道听途说而已。所以呢，很多厂家啊，为了提高它的销量，就进行了折中，把牙线呢做成一种一段一段的连接在一个小小的弓形的装置上，然后呢就跟像以前的牙签一样，分别消毒包装，以供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拆开一包，就能够把牙线呢嵌入到两个牙齿之间，通过来回的拖动，以达到局部清除牙齿表面，尤其是前面的牙齿的牙缝之间的那些残留的食物。但是呢，对于后面的牙齿，因为这个角度的关系，有很大的缺陷啊，反而呢，远远不如长长的牙线。我们只要学会了它的操作以后呢，就可以很自如的清除到几乎是所有牙齿各个面。所以呢，作为一个专业的牙医来讲啊，我觉得呢，这种分包装的、无法拐弯的、仅限于某些部位使用的那种牙线呢，并非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凡啊，你愿意稍稍的学习一下，我更建议啊，就像我自己一样，在网上呢或者药店啊，买一些几十米装的，可以随意截取你需要的长度的这些牙线啊。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呢，你就会学会很容易的掌握清洁各个部位。除了基本的这两种牙线的款式呢，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所谓的叫水牙线啊，牙医一般称之为冲牙器，也就是说用一个像电动牙刷一样的装置，里面呢是能够把这个水压增大，通过一个很细的孔呢射出来，就像我们洗车的时候那样的比较有压力的一个水柱，来清洁我们牙跟牙之间的一些食物。如果是一些残留的表面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如果不是嵌在牙缝里面很紧的那种纤维类的食物呢，基本上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水牙线呢来进行一种牙齿的清洁啊。只不过呢，它的成本费用啊，毕竟是一个装置，要远远高过普通牙线的成本。不管怎么说啊，牙线呢，作为一种日常的牙齿保健的工具，也是一种清洁牙齿的方式啊。它不在乎你用什么样的牙线啊，是用普通的牙线，还是像一个机器设备这样的水牙线。最重要的呢，其实还是持之以恒，正确的使用。那我作为一个牙医呢，一般来讲啊，建议如果上点年纪、牙周情况不大好的人呢，每餐饭以后啊，你都应该清洁一下每个牙的牙缝。尽量呢把那些残留的食物，尤其是大块的食物呢清除出来。如果不记得或者没有条件啊，因为有很多人白天都是要工作的，那你起码呢在你晚上睡觉以前，你要先用你的牙线啊，把每一颗牙齿之间的可能残留的层渣做一番清洁，然后呢认真的刷一遍牙齿，上床睡觉。每天保持这样的一种节奏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基本上可以大大减少罹患牙周病的机会，最大程度呢保健你的牙齿，使得不至于发炎，造成牙齿松动，还有呢各种各样可能造成的疼痛，甚至呢未老牙衰，严重的话呢会造成很多牙齿啊提前下岗。那么这种使用牙线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而且啊买个10卷8卷的牙线啊，也就是区几十块钱，大概呢可以用个1、2个月啊，应该没问题。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呢，用牙线啊来清洁我们的牙齿，
再配合呢，最起码你在睡觉以前认真的刷一遍牙，彻底的清洁牙线到不了的牙面。持之以恒呢，应该是我认为最好的一种自我牙齿保健的方法。我虽然是作为一名牙医，虽然呢也时常在做一些保健但是呢年龄不饶人，生理性的牙槽骨的萎缩、牙周的退缩，必然呢会造成牙缝的变大，更容易呢造成食物的嵌塞。所以我自己是在任何一个我手够得到的地方，无论是在我的工作的包里，在我自己的车里面，在我的家里肯定都能看见牙线，以便呢在需要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无需任何等待，随手呢就可以找到牙线，截取一段，立马呢就清洁自己的牙齿。有条件的话呢，立马进行一个刷牙，来加强清洁的效果。其实作为一个牙医保健自己的牙齿也就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妙的工具和方法。只不过呢，因为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具有时刻保健自己牙齿一种理念，然后呢，也看了很多如果不这样做的一种不良的结果，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很多病人，没到年纪牙齿很多都移下岗，平时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不舒服，可以想象对他生活的乐趣，对他整体的健康，乃至呢是否能够长寿都要打一个问号。也基于此呢，我自己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在提醒自己的家人、身边的亲朋好友，现在呢也把这一份的提醒呢给到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希望呢大家多少能够听进去一些。我自己呢也会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大家多唠叨相关的内容，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记得住、用得好。俗话说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医生呢更是这样，个人的健康不如大家都健康，这是一个医生最大的良心。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用牙线来保健我们牙齿的话题，希望呢对大家有用。希望大家呢不断提出对于牙齿保健方面的一些问题，让我呢有机会在合适的时候呢一一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呢也是跟大家随意的聊聊，所以呢可能并非那么严谨，每一句话呢都有理论的基础、科学的出处，更多呢是健康漫谈分享的一种理念和大致的方法，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